方才大人说恭喜，却不知李家有何喜事啊？老夫人，此次公墨竞选，这天地人皆立李家，这不是喜事是什么呀？严大人，小人近年来一直在苦心钻研改进云松墨，小人有信心以新云松墨参加共墨竞选。新云松墨是，想必是精进了不少啊。墨呢？还在精进中，相信不日即可大功告成。不日是几日啊？不妥，不妥，不妥，不妥！这公墨竞选，毕竟不是小事。若是拿了一块尚未完成的墨来报名，有些欠妥呀。老夫人，您看，您请看，这块墨大家都熟悉吧？这就是李珍姑娘的福锦墨。实不相瞒呐，李珍姑娘的这块福锦墨，治好了本官小女顾疾。这能治病救人的墨，拿下共墨竞选，岂不是势在必得呀？可大人，这福锦墨虽好，却并非李家之墨。严大人，一片苦心，老身感激不尽。真娘所属的8房早已出足了，她现在是小李墨的当家，与李墨并无关系。李家的共墨案，8房出足风波，本官亦有所耳闻呐。可那是当年呐，当年是当年，现在是现在，时过境迁了。倒不如借着共墨竞选，这小李大李合为一体，创造一段墨业佳话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实不相瞒呐，我已经叫人去请了李珍姑娘，待李珍姑娘到来，我们当堂把此事敲定啊！还请严大人收回成命。严大人，民女李珍多谢严大人赏识。只是这七烟古墨与小李墨坊毫无关系，我之前也只是李家聘用的制墨师。而这块福锦墨，我更是无意推其参选，我志不在共墨，还望大人明鉴。李珍姑娘，此言何意啊？共墨，乃是制墨人毕生所求。你说你志不在此，好，你与本官讲讲，你志在何处啊？我能办自己的小李墨坊，做自己喜欢的墨，养活一家人，便已心满意足，不敢奢求共墨。李珍姑娘，你的能为、胆识，本官是见识过的，你绝非志短之人，不必自谦了。真娘并非自谦。我们8房遭遇除族，我爹身死，全家流落到承文洞，至今皆是因为共墨2字。我虽然爱墨，也将织墨当成一生志业，可共墨，我却再也不想沾惹。恳请严大人成全。李珍，好一个百般推诿，好一个万般为难，难不成本官好心还办了坏事了？大人息怒。既然如此，本官也把话说得再直白些。于公于私，此次共墨竞选必须由徽州拿下，由本官亲自呈上御前。你们李家不可推辞。诸位，
自愿从族谱出名。上划掉，我们就跟李家再也不是家人了吗？从今天开始，忘了那个家吧，这才是我们的家，记住了吗？好。我看谁敢动一下，我今天就剐了谁！未知从今去，当复如此否？不知今日过后还能否欢乐依旧啊？怎么，有心事？哎，人家这最后一句写得更好：“且竭今朝乐，明日非所求。”陶翁的心境，常人实属难及。你看，今日外面天色大好，若是看不下去书的话，不如就遵照着陶翁所言啊，就着茶，吃着糕点，尽享今朝欢愉。你不用再铺垫了，你想说什么直接说吧。我没想说什么。哦，小李磨坊装修完之后，一直没来看过，来看看你。你就没有什么别的想说的？没有。也是，今日天色如此之好，待在屋里看书，岂不是辜负了景色？嗯。今日有空吗？有。带你去个地方。走。小心啊！每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，我都会来这里。每次来到这儿，我心情就会好很多。我知道，你今日就是专程来劝我参加共墨的。这些日子，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去参加共墨，可他们不知道，共墨对于我来说，就是心里的一根刺。我每每想到共墨，脑子里浮现的都是我弟挨的鞭子，我和我哥哥跪在李宅门口淋的那场雨，我娘背着我们，在我爹的牌位前流下的眼泪，还有我爷爷那双被墨熏得黝黑，却再也无法碰墨的双手。我不想卷入家族的争斗当中，我也不想成为共墨争斗下的棋子，我更不想再重复这些噩梦了。你知道今日为何未曾与你聊起共墨一事吗？因为我看中的是你真娘这个人，无关乎参不参加共墨的竞选。而今日又看到这片松林，我就更加确信，即便是没有共墨权，但你李真，在未来也一定会是大明的第一智墨师。
大明第一制墨师。将来我要做比爷爷还厉害许多许多的制墨大师，让整个徽州的人，不对，让整个大明的人都晓得我李真的名号。我相信你。你这句话让我想到了一位故人。我猜应该是那个小怂包吧。不许你这么说我朋友。好好。若是他还在世的话，年纪应该跟你相仿。但是他的个头一定没有你高，因为你上次说他才那么大点儿。七九，没有想到你不是来劝我的，你是第一个没有劝我去参加共墨的人。但我也知道，你此次来徽州就是奔着参共去的。若是我的决定会让你为难，你若是想撤出投给小李磨坊的钱，我绝无怨言。不，我向来都相信我自己的眼光，但现在我更加的相信你。所以投给小李磨坊的钱定然不会撤出的，而真娘你，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。那若是我的小李磨坊日后可以越做越好，我愿意拿出额外的分成给你，来回报今日你对我的信任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真娘给我分红了。好，那就以这片松林为证。好。哎，花来了，二姐。真娘，咱们小李真磨坊现在是生意兴隆啊！坐，快坐。来，坐。真娘，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要来小李磨坊做工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妻子母舍得？他不只舍得，还让我给你带了东西。他说这里面现酿的臭鳜鱼是咱们小真娘的心头爱，让我亲自给你送过来。还是七祖母惦记我，不过这上面为何要放松枝呢？七祖母说这是徽州的老传统，象征着万古长青、吉祥之意。所以我刚去松场摘了些回来，才晚了些时间。咋了？咋了？鱼头，鱼头！哎呀，真娘，你吓死我了！我还有很多话要说，都说不出来了。好，我的错，小花儿，你说，继续说。这些话是七祖母让我说与你的。小真娘啊，李家的贡墨，李家自己选。这毕竟是李家要亲自迈过去的一道坎儿，跟小真娘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得也好，失也好，都与小李真无关。小真娘啊，就好好经营好她这个小李磨坊啊，还要祝贺你做出了福景墨，救他人于水火之中，才称得上风清气正4个字。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错。谢谢七祖母。花儿，你方才说这松枝是从哪儿取的？李家松场啊，怎么了？跟我去趟李家松场。啊？去李家松场干嘛？赵师傅，哎，你去李磨通知下六爷，就说李家松场可能出现问题了。花儿，快！
娘。宋温，果然是宋温。这磨坊每半个月就会派人来检查松场，怎么会没提前发现宋温呢？这宋温蔓延的极快，又身在隐蔽之处，除非前期恰巧将这松树的主干砍掉，才能看得见。可是如今，已经长到了枝丫，进入了膏肓之期了。那这怎么办啊？这李墨以松烟见长，如今松温一发，产量势必会减少，而李墨这次供墨，恐怕也悬了。花，六爷爷，六爷爷，丫头，松树如何呀？啊，都给我！六爷爷，六爷爷，您不用看了，那边我刚刚都看过了。这天要亡我李家呀！这天要亡我李家呀！老夫人，大少奶奶，六伯，真的是宋温。六哥，现在割树保林还来得及吗？若是早个半月，兴许还能留上一片。如今并未四处蔓延，只能等树木自行修复。少则3年5载，多则恐怕要10年呢。少管事，磨坊现如今还存有多少松材，能满足我们手里的所有订单吗？回老夫人，刚好500方，若节省着用，或许够撑到2个月以后。为今之计，只能暂停新墨的研制，把所有的松材集中起来，赶制已订出去的木偶，派人到外地去寻找新的松材，弥补后续的窟窿。娘，您是要放弃这次供墨吗？弟妹，我们李家力追求息，要想翻身，只能指望供墨竞选了。是啊，娘。六哥，供墨几年一次，这次不行，还可以下一次。但是这个松烟墨的货断了，那我们的墨商就流失了，他们就会到别家去了，那我们李家就真的难以为继了呀。自古先谈生死，再谈兴荣，我们李家大宗货单一直都是以松烟墨为主的。如果说家业的根基没了，那我们李家还有什么？
景东，该吃饭了。拿走，我不饿。你多少吃2口啊？我让你拿走。爹，冬儿，多少吃2口嘛，啊，不要辜负了英儿的一片好心嘛。爹，公模竞选在即，我没有时间了。公模，咱不参加了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公模，咱不参加了。为什么呀？宋长起了宋文。爹，宋长起了宋文，咱们可以出去寻宋啊！啊，为什么不参加了呢？为什么要放弃呢？爹，爹，爹，不能不参加呀！爹，你知道为了这次竞选，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吗？我们不能放弃呀，爹！你听爹说。爹，你听我说。还记得我小时候你跟我说过什么吗？你说做男人就得拼，就得争，就是不能放弃。你还记得吗？你说凭什么8房做的，我们6房就做不得？我听您的话。我小时候比景远、景福、景琦都努力，都刻苦。我就是为了有一天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你儿子李景东比他们都强。你听爹说嘛。爹，8房出租了，现在不是我们6房证明自己最好的时机吗？我一定要让所有人知道。我李景东才是这个家的顶梁柱，我比那个黄毛丫头李珍强。李家后继有人。爹，不管你，反正我绝对不退。七郎啊，我对不住你们，也对不住李家呀。对不住。真娘，真娘，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娘，松恩之事我左思右想，还得跟爷爷说一声。左右这婺源不远，我打算明天一早去接爷爷回来。明天一早你要去婺源？没错。
爷爷，爹，您怎么回来了？你妻苏某传来消息，宋文紧急，不可耽搁。我现在就去理斋。您当心点啊。老八，七嫂，老八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宋文一事，六哥、七嫂，你们有何打算？这宋文对我们李默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。兴许这一次，共墨竞选与李默无缘呐。宋文一起，当前最好的法子，就是退出这一轮竞选。你说退就退，你有什么资格给李家出主意？退出，这种主意亏你也说得出口。其实，外人是无法与李默共荣辱的。今天咱们李家到了何种的田地，您比我清楚。如果放弃此次共墨竞选，那日后的徽州，便无我李默立足之地了。景东啊，你对李默的心思七婶明白，但现在松温当前，这松才对我们李默松温之事尚未传开，即便是100年的松材，价格也尚能接受啊。我们及时采买便是了。咱们有心瞒住，又能瞒多久？只要消息一传开，宋家必然大涨，商家将松材待价而沽。万一误了交货，反而是祸事。什么祸事？会比当年更糟。李金水，说句不中听的，你们八房就是祸事的根源。景东，七婶，景东全之心，只为李默计较，可您一味地替这个李家的罪人说话。好，既然你们都想放弃，我李景东就自立门户，大家一拍两散，免得我在这儿碍了你们的眼。依着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谢谢。老爸，快起来！哎呦，膀子不动，你快起来！弟妹，老八，来，你们看看这个。这是黄山松林的分布图。没错，这是我从文会拿来的。这些年呢，他们又新探出来几片林子，松林又老又坚实的。你们看，六哥啊，你想进山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说，景东他这么闹，你也跟他一起？弟妹，景东虽然有些执拗，可他有些话还是对的。我们若是放弃了这次共墨竞选，日后这徽州恐怕就没有我们李默的立足之地了。刚才我去磨坊看了看账本，10年重税几乎掏空了我们李默的100年积蓄。
生意就这么一天不如一天。若是照这么势头下去，就算我们挨过了宋文，有焉知还能撑到下次公墓竞选吗？弟妹，我们李默可能没有机会了，请允许我进山寻松。弟妹，大掌柜，我们下工了。今日辛苦了，早点歇息吧。好。今日打烊了，您明。丫头，连我也不招待了吗？六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好啊，你这丫头果真把磨坊开起来了，不容易啊。六爷爷既然来了，那便坐下喝杯茶吧。我今天来啊，是有件事我想求你。您先坐吧。哦，有什么事儿您说吧。宋文当前，李默真宫需要松材，我这2日呢，便要进山去寻松。六爷爷想请你回磨坊，代为掌事。六爷爷，我资历阅历尚浅，难以担当此任，您还是请回吧。你虽然年轻，但凭一己之力能开启自己的磨坊，就凭这个能力啊，六爷爷信得过你。六爷爷，不是您信不信得过我，而是如今我信不得李家，信不得李默了。七烟古墨一事，是你们把我赶出李家的。如今李家遭难，你们又想请我回去帮忙，您说出来，难道不觉得讽刺吗？我知道，这些年你在主家在磨坊受了不少委屈，是这，六爷爷给你赔不是了啊！哇！哎，六爷爷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我们就事论事，您若这样的话，那就折煞我。李默失去公母权后一蹶不振10数年，如今好不容易又有机会参选公墨，又遇到了宋文，如今已是生死存亡之际。磨坊这边必须要有一个能服众、能管事、能信得过的人，才能稳住局面，这样我才好放心的进山去寻松。否则，李家的100年基业将会毁在我们这辈人手里，这不是作孽吗？我知道，在你心里，对主家的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。等我寻松回来，请甄丫头给六爷爷、给主家一个弥补的机会，好不好啊？还有那些墨工们，自打你离开李默之后，他们都看明白了，对智木医道打心底认可你呀。你看，这是他们写的请愿书，都盼着你能回去呢。丫头，我这个糟老头子都这么求你了，帮帮六爷爷好不好？六爷爷，今日之事，我不能答应您，您请回吧。丫头，六爷爷慢走。麻烦你了。
麻烦你了。戚老夫人，我们家的存松仅够交单之用，实在是没有再多的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无妨无妨，叨扰了，回吧，回吧。哎呀，留步吧，留步，潘掌柜。啊，戚老夫人，对不住你了。懂，懂了，回吧。回去。对不住了，戚老夫人，松才真的没了。没事。娘，你可让我好找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回家啊！就是这个咳嗽。哎呦，您出来怎么不叫我呀？我就想自己去找找，找不到您，你知道我多担心啊！甄娘，甄娘，甄掌柜在后院呢。甄娘啊，甄娘出事了！甄娘，花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戚祖母到处求人买送不成，回家就病倒了。啊？戚祖母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扶我起来，快扶我起来！您慢点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戚祖母，您躺着。哎呦，你怎么来了呀，甄娘啊？听说您生病了，我来看看您。舒服了。哎呀，甄丫头啊，不打紧，小病小痛，无事的。戚祖母，我其实昨日在四宝街看见您了，我什么都看到了。这送问虽然紧急，但是你也不能这般不顾自己的身子。买送的事情交给旁人去办就好了，您为何要自己亲自一家家的去求呢？送瘟一起，一送难求啊。你也知道，我们李家是以松烟没黎民，你说怎么就让我们李家遇到了这样的事？那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吧。好在我前日和你爷爷还有你六爷爷商议过此事，松才一事，我们已经想到了解决的办法，所以甄娘你就不要为这件事操心啦。你现在应该全力以赴，把你的小李磨坊守护好，那才是头等大事。哎呦，来，让我看看。
你瘦了，瘦了，你瘦了。你肯定是开磨坊把你累着了，吃不好睡不好的。哎，你就让祖母心疼了。你这样，你回去啊，让你娘给你弄些好吃的，好好的补补身子，把我们的小真娘还补得壮壮的，有力气。要是银两不够，七祖母可以给你的。怎么了？不哭啊，不哭！哎呦，哭什么？不哭！哎呦，够的。嗯，七祖母给我的银两，真娘花都花不完。七祖母从你退婚的那年起，每年都悄悄的给你存了一些提己钱。这笔钱谁都不知道，就那个花儿，你都不能跟他说半个字，懂了吗？我的小真娘就是一棵小树苗，现在已经茁壮成长了。你现在无论做什么，你就放开手脚去做吧。七祖母的愿望就是，你干你喜欢的事情，只要你开开心心的就好。七祖母才能安心。我的真娘。六爷爷，您别在我磨坊前转悠了，不知道的以为您是来讨债的。真娘，您之前跟我说的事情，真娘应下了。但有几句话我必须要说在前头。啊，我回李墨只是帮忙代管，待您寻松回来，解决完松文一事之后，我还是要回我的小李磨坊的。还有，我希望李墨上下可以齐心协力，共度眼前难关。若是被我发现，这有人私底下干一些勾心斗角之事，那我定会按照磨坊的规矩严惩不贷。到时六爷爷莫怪我狠心才是。好，就依你的去办啊。那六爷爷就把磨坊和六房都拜托给你了，啊！谢谢我的好孙女啊！那我，姑娘，可是为姻缘而烦恼。哎呀呀，贫道一卦便知天意，祝你早日觅得良人呐！正是。姑娘，爷爷啊，您怎么来了？想我孙儿了呀？你生意怎么样啊？我今天还没有遇到有缘人。你不是神仙吗？你今天算没算过，这个时日适合出门做生意吗？哎呀，爷爷啊，别人取笑我就算了，您怎么也取笑我呀？我以前是年少不懂事，现在我这就是做点小生意，那我也得挣钱养活自己。行，
那爷爷今天给你开个张，怎么样？真的？嗯，爷，您随便挑。这些东西啊，爷爷全要了。来，拿着。爷爷，您今天是特意来找我的？嗯，我要出去几天，在我回来之前呢，爷爷想让你帮着照顾家里。可是我也不懂制墨呀，您又不是不知道，全家上下都说我没正形，我能帮什么忙？我说让你制墨了吗？磨坊的事儿啊，我已经托付给真娘了。对，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有事儿，家里的事儿，还有你爹的事儿。你爹的性子你是知道的，我是担心真娘来了以后啊，他那边呢又不消停，所以我才让你呢看着他，别让他瞎胡闹了啊！能帮就帮一把，帮不了就别做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儿，啊！这样会寒了真娘的心呐，明白吗？爷爷，我能问您个问题吗？你问。您为什么来找我呀？咱们李家除了你，我还能找谁啊？嘿，爷爷，我还以为您终于看出来了，我其实是那种在关键时刻能够临危受命那种人呐。哎呦，真是我的好孙儿！来，爷爷喜欢一下啊！不，爷爷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。行了，收拾一下，爷爷请你吃好吃的，走。哎，好嘞，您等我一下。七祖母，六爷爷，这丫头啊，还是你六爷爷的面子大呀，能把你请回来。一听你要回来，我病都好了。来，七祖母，你来的正好。七东家有心了，帮着你六爷爷打理进山的事宜。你看到吧，这些猎户们也是他费心寻来的，他们对黄山的路最熟，当个向导、肩挑手提的都可以差遣。还有那位萧公子，他在军营里教场上那可是一把好手，也是七东家忍痛割爱，让他帮着你六爷爷进山。万一碰到什么豺狼虎豹，那他可以大显身手。七东家不愧是李墨的股东，果然凡事都有个担待。老夫人，真正有心之人是甄姑娘，是她亲自登门请我借的人。还是甄丫头有心呐。这丫头啊，你这是……七祖母，真正处理的是七东家，当谢谢他才是。再次谢过七东家。有劳七东家。老夫人，六爷，您二位千万不要客气。诸位，我受六爷爷所托相助磨坊，想必大家已经是知道了。这前段时间我来过，不过那个时候我是李墨聘请的制墨师，而这次回来却不太一样。六爷爷亲自进山寻松，我们总要对得起他的苦心。如今李墨的局面，想必大家已经是知晓了。一则松温发了，二则供墨在即。两件事情撞在一起，难度不小。若想过关，还要仰赖整个磨坊的协作，也就是诸位兄弟的支持与团结。
俗话说得好，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该变通的地方就要变通。那么今日，我就抛砖引玉，说出2点我的想法。之一，共墨权乃是李家必争之物，景东叔呕心沥血研制新墨，他所要的东西、物件必须备全。少管事已经清点了名册，这上面的人、物必须专事专办，不可擅动。第二，松温发了，这松材成了稀罕物，而我们库房的存量又有限，还要应对之后几个月已经签出去的订单，我们需要开源节流。之后在烧烟的时候，应该精细地处理好每一块松材。这是你们这个月烧烟的记录，我看了看，看出了一些名堂。祁东海是谁？谁是祁东海？我就是。你这平均10份的松烟烟台有8份的良品率，远超其他的墨工，可见你平时下足了功夫。你原本是3等墨工，今日升你为2等墨工，功酬加倍。多谢甄姑娘。2等，凭什么？再接再厉。2等墨工相当于。陈姑娘，这只怕不妥吧？按墨坊的规矩，3等墨工至少需要2年时间，才能在通过考核后升为2等墨工。这祁东海来墨坊烧烟，才不过短短1年时间。你看这。少管事，这规矩自然有规矩的道理，可若是死守着规矩，那这规矩变成了枷锁。如今松纹发了，诸位少飞1碗烟台，便可以多节省出1块松材，咱们的出货就有保障，大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稳。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磨坊用人不拘一格，无论你是谁，是哪一道工序，只要可以像祁东海一样达到80%的良品率，便可以升一阶，不受年限的限制，获得应有的功酬。还望诸位可以多费心，多钻研，共同挺过李墨的难关。你真的假的？哎，那咱们能多挣钱了呀！这是好事啊。甄姑娘，之前是我误会了您，我在这给您道歉了。对，甄姑娘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没能看清楚真相。我也早就想向甄姑娘道歉了，以后但凡是甄姑娘的吩咐，我无一不从。对，都是甄姑娘的。拿好啊，放外面吧。你们几个把这个拿过去。甄姑娘，紧点儿。哎呀，还有你们几个。如今磨坊的期烟墨单子啊，已经交付大半了。来，拿上去。又有从苏州那边运回来这些生漆，足够咱们磨坊交付剩余的单子了。您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呀！少管事谬赞了，我也总算没有辜负窦爷爷对我的嘱托。
那我先忙去了。哎，慢点，慢点啊！慢点啊！哎，是啊，被人碰着了。让一下啊！哎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来。来，上面还有啊。这还有3桶啊！好。刘庞欠你个人情，我会还的。爷爷，这都3更天了，您怎么还不睡啊？睡不着，索性做灯草。正好，我也好久没有做这活计了，我跟爷爷一起搓灯草。去睡吧。无妨。爷爷这么晚睡不着，是担心六爷爷在山里的安全吧？春花姑姑跟我说了，六爷爷年轻的时候负责李默的松采，在山里风吹雨打惯了，爷爷不必太过的担忧。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年轻，身体壮，吃多少苦都不怕。记得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李家失去了供墨权许久，人丁凋敝，连自己家的松场也变卖了，也买不起别人家的好松。你六爷爷就带着人自己进山找松采。结果呀，一进到山里，就碰到一只吊睛大虫。他和这大虫搏斗了几个回合，引着大虫跳进了一个山坳里，一箭就把这大虫给射死了。虎胆给你太爷爷泡酒，卖了虎皮，扩大了磨坊。爷爷得了一只虎掌，宝贝似的收在了屋里。直到成婚之后，才扔掉。六爷爷是不是给自己留了颗虎牙？我就说嘛，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跟春花姑姑偷偷溜进了六爷爷的书房，看着那墙上挂着一颗巨大的牙，当时把我们都吓坏了。年轻的时候，六爷爷睡觉都要把那只虎牙压在枕头底下才安心。我就说嘛，当初求了六爷爷好几个月，他都不肯收给我玩一天。你六爷爷说，那虎牙是个见证，他曾为李默当过英雄，靠着那块虎皮，让李默一步一步起死回生。我和你六爷爷，还有你没有见过面的七爷爷，3个人一起齐心协力。我管制墨，六爷爷管松场，七爷爷统领整个磨坊，如此奋斗几年，才夺回了供墨权。
人老了，就是爱回忆，不成个样子了。这苏子写：“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，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。”咱六爷爷进山，这回不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想好了，等六爷爷回来，我就送他一块我制好的墨给他，就取名“少年狂”。兄弟们加把劲儿！六爷，山中天气晴雨不定，您看，这个松果的鳞片已经闭合了，怕是一会儿就要下雨。一旦下雨，整个山坳都会涨水。要不，咱们还是绕路回吧。不成，绕远路会耽误更多的时间。吴墨之期不远了，咱们得抓紧时间把宋太运回去。好。可这样太危险了。哎呀，不，抓紧，快点儿，抓紧了啊！娘，你都站了半天了，去那边坐着歇着点，好不好？等着，听话呀，你不能总站着。我们来，真娘怎么没来啊？她呀和祁东家去打点磨伤了，得稍晚一些才能回来。哦。回来了，娘。哎，来起来。啊，来了。八爷，出事了。六哥呢？前几日不是来信说已经找到松菜，开始砍伐了吗？这六爷雨天涨水，六爷不肯绕路，运松菜时不慎掉入了河里。我们花了半日时间，才在下游找到他的遗体。爷爷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么突然？
六爷爷，真娘，你六爷爷他。爹，这是娘的是沉默。到了那边，有什么话多和娘说，别自己憋着。六哥哎，你怎么就……爷爷，六爷爷，您一路走好。请大夫，快请大夫！秦子母，顾大夫，戚总的病情如何？戚老夫人本就年事已高，又有旧疾在身，六爷之事太过突然，老夫人撑着一口气，到现在医术奇迹。顾大夫，还是快给我娘开药吧。好，我立即开一把，即可见了，连服3剂，人或许还有转醒的希望。希望有几成把握？若娘醒不过来，又会如何呢？正身，随去抓药，一刻耽误不得。是。娘，你要快点好起来。真娘，你去把大家叫到正堂，娘给大家留有话。前几日真娘来磨坊，娘就留下了这封信，还请来了文慧当面作证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信上有文慧的印信，大家过目。论理，
这封信应该由景东宣读，今日就让黄英替景东宣读吧。大嫂，立遗命人李汪氏，吾乃李氏，金泰之妻，竟敢行将休矣。趁神志尚存，留此书，诸与后人。吾得先祖庇佑，幸长何足数载。然李默颓势难挽，家门未兴，先祖荣光未耀。吾甚感遗憾，皇权之下，亦难安也。故作嘱托，望尔等切记，遵此行事，莫有违背。李氏妻房子孙不济，命运多舛，只有总教小儿不能担当重任，令六房兄长年迈，长侄景东有疾，长孙正生不安至末。幸得八房女李氏真娘于末夜一到，天分极佳，更兼忠厚纯良，吃苦耐劳。吾思虑再三，若无有不测，李氏一族家业，包含磨坊在内，暂由八房李真代管，将磨坊发扬光大，重现祖辈荣耀。吾心已决，族中人不得异议。怎么可能？将家业留给八房这丫头，娘糊涂了不成？娘当着我的面写的信，怎会有错？大少奶奶，您是说，今后甄姑娘便可正式主理李家磨坊？是。让她主理李默，凭什么？且不说八房早就除了族，即便还在族中，佑哥才是李家的嫡传血脉。无论如何，都该由三哥带领磨坊照顾佑哥长大成人。如何轮得到他？大伯娘，七祖母如此看重真娘，真娘感激不尽。但李家却有景东叔、大伯娘和三叔母在，真娘临时来磨坊相助数日尚可，但并无资格领长氏之名。大伯娘主管李家的名头，真娘担不起。三哥，你说句话呀，三哥！娘将你家交到八房那个丫头手里，你说句话呀，三哥！真娘事发突然，但这是娘的意愿。你也不必马上答应，可以回去考虑几日。但大伯娘希望你在考虑这几日内，照看磨坊，能答应我吗？是啊，甄姑娘，李家遭遇如此变故，磨坊不能无人照拂，还望甄姑娘三思啊。三哥，你说句公道话，你让第七房做主啊，三哥！小玉，别闹了，景东已经经不起折腾了。我闹，你都忘了吗？啊，是谁把李家害得如此这般地步？
他们罪孽深重，怎可长视？让他长视，你们认，我不认。咱们两个今天把所有的工坊都检查一遍。什么味道？郑姑娘，郑姑娘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邵管事，您别急，慢慢说。准备治宋延母的药材尽数腐坏了。怎会如此？这些药材格外名贵，是董家为了公模竞选，费了大功夫才寻来的，向来都是由董家亲自保管，本隔上几日便要晾晒一回。近来将士因6月的事，董家未能妥善处置保管，才致腐坏的。景东叔知晓此事吗？应该还不知道。好，那些药材立即派人重新采买。公模竞选在即，这些药材又如此的金贵，恐怕一时半会儿凑不齐啊。再难也得买，实在不行，加些银子。我就不信了，这重金之下总能寻得到。好，我即刻着人去安排。邵管事，记得此事不能让任何人知晓，尤其是景东叔。明白。景东，别做了。真娘已经把七烟古墨的超品烟台复原成功了。景东，你呢？日日怨怼四种叔弟啊，你早就变了。您说我，那您呢？您除了在磨坊监工生产，您制出一块新墨了吗？养不教，父之过。古墨，咱不参加了。宋长起了宋文，啊，爹，宋长起了宋文，咱们可以出去寻宋啊！啊，为什么不参加了呢？爹，你知道为了这次竞选，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吗？我不管你，反正我绝对不退。我李景东就自立门户，大家一拍两散，免得我在这儿碍了你们的眼。走水了！甄姑娘，甄姑娘，磨坊走水了！哪里走水了？哎，那东家制墨室。走。东家！风儿，快，水！刘东叔，东家！快！刘东叔，你在这何苦啊？若是你有3长2短，
用了。景东叔，景东叔，你别这样，我求求你出来好不好？别出来啊！景东叔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快出来好不好？景东，别过来！我要命了你！都别过来！咱说的危险，黄爷，你要干嘛呀？别过来！过来，我现在就死！景东叔，蔬菜没了可以换桐油，药材没了可以重新买，你快出来！药材没了可以买，我的心死了，没救了。这么多年，我斩尽竭虑，一日不敢懈怠，可到头来还是一事无成。我不如你爹，不如八叔。我连你这个小姑娘都不如，我是李默的罪人，你们走！你们走，你出来，景东！不是我爹也不会死。景东叔，我求你了，出来吧！让开！起来！小哥，这是谁？这是少爷，他是我。这是少爷。这是！着火了！是着火了！救火！救火！快救火！快去找大夫救人！才是我！这是你这干嘛呀？你这是？李景东，你疯了吗？啊！你要是死自己去死！你把火烧了磨坊，你让李家上下这么多人怎么活呀？蒋玉，你别装了，你给我起来！啊！你要真的死，蒋玉，李家就彻底交到你这儿去，李家人家会上来。你敢打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冷静一下，小月，你别再胡闹了。大嫂，我是他的长辈，他凭什么打我？就凭我是妻子，我们钦定的长事，有何不敢打你的？景东叔尚在昏迷，可你却在这里胡闹，不管不顾，难道不该打吗？你是李家的人吗？你凭什么管这样？长事，给我，帮我把蒋月送回去。好了，蒋月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，给我，赶紧走吧。哲生哥，快背上你爹回家去，别耽误救治。大叔母先回家。你慢点啊！我们李家这是怎么了？大伯娘，李家还有我呢，你放心，真娘不会袖手旁观的。这个家，真娘接了。真娘。坐好，大伯娘。
真娘，你也歇歇。我得去磨坊再看看情况。邵管事，怎么了？大少奶奶，真常是，事情严重了。这火烧到了烟棚，库房也受了牵连，火倒是扑灭了，可是里面存着咱们要交付的货，大半都被烧毁了。邵管事，这交付日期是何时？赶得及重新做吗？大多都是在近期，最早的一单便是明日。明日？我一直守着后宅，商场知道我一点都不懂。末单的事，真娘，你觉得该如何是好？我看耿儿他们整理出几箱末丁，火还未烧着，从里到外都完好无损。您看是不是先拿来应付了明日的末单？不可，这末一旦受了高温，极易开裂，看似完好无损，实则也用不得了。咱们李末百年基业，什么都能毁，唯独口碑不能毁。镇长是说的对，是我一时心急，考虑不周。这近期的末单，就按照契书上所写，尽数赔偿违约金额。另外，邵管事，劳烦您帮我约出几个末商掌柜，跟他们商量一下，咱们让利3成，可否将这交货日期再往后延些时日？好。磨坊那边情况如何？除了烟棚，其他地方可有损害？除了烟棚和库房，其他的地方受损倒不严重，应该稍作修补就能照常使用。那就好。大伯娘，我之前在李家老磨坊巡磨3年，那里虽然简陋，但还是顶用的。在烟棚修缮完毕之前，将烧烟的工序暂且移到那儿吧。这都不是问题，只是什么？只是近期交付的都是大末单，合在一起有近万锭之多。若要照单赔偿，以咱们磨坊账面上的钱款，恐是相差甚远呐。我这之前的工钱，加上小李磨坊的营收，合一合，应当有500两银子，先拿去用吧。其余的我再想办法。我还有嫁妆，我把嫁妆全数拿出，也可抵千两。大伯娘，大少奶奶，这如何使得呀？这女子的嫁妆那是一生之本呐。真娘说的对，我们李家什么都能毁，唯有李默的口碑万万毁不得。该赔付的银钱1分也不能少，按契约书办。现在这时候，我们必须齐心协力，才能渡过难关。大伯娘，李默定能挺过这次难关，我向您保证，真娘日后必定会将大伯娘的嫁妆1文不少的尽数赚回来。大伯娘相信你。此事因我6房而起，自然也该我们承担1份。三叔母，大嫂，莫不是因为景东的过错要与我们6房身份了？这么大的事儿，竟然隐瞒着我们。英嫂嫂说的不错，我们万死难辞其咎，就算要赔付，也何该我们出在前头？你们都误会了。现在景东这个样子，我这个做大嫂的，怎么好再给你们添麻烦呢？大伯娘这话却是错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如今李默有难，我们就该共同面对，哪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呀？大嫂，我的嫁妆虽然没您多，但是我这些年攒下来的细软加起来，也可凑出个几百两来。明日一早，我就把庄子的营收合一合，应当也有个几百两之数。我也有。哎呀，不巧，都买了那些丹药符箓了。我明日就把它们都卖了，凑一凑也该有个100两。邵管事，劳烦您算一算，这下可够了？差不离了，差不离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把这个交给少安。我知道了，谢谢爷爷。娘，真娘，把这个一起送去。这些年，我是对李家有怨，不过李家毕竟是你爹还有爷爷的根，而且自我嫁进李家之后，你七祖母待我不薄，这份情
我得还。你等我这么久，是有什么事情想跟我说吧？磨坊走水的事情我听说了，而那些签了契书、下了墨单的商客们，正吵着要去李墨讨个说法。而真江，你现在又接下了掌事一职，看来注定少不了一场麻烦。谢谢您告知我。不过除了此事，你更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吧？你想退出股份？哎，你怎么总会觉得我要退出股份？我是不退反加，我这叫趁火打劫，继续追加对李家的投入。你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，我不能再欠你的了。哎，什么欠不欠的呀？我都说了，这是趁火打劫。行了，你以为我是傻子？你这样说，我就能心安理得的接受了。真娘，既然我选择与李家合作，那么我愿意追加银钱，帮李墨渡过难关的。谢谢祁东家的好意，不过说到底，这是李家内部要解决的事情，就不劳烦你了。好，那有事再同我讲便好。大少奶奶，三少奶奶，少管事，那些闹事的墨商可解决了？都谈妥了。多亏了甄长史提前筹谋，几位大掌柜还未来得及发难，就收到了全额的赔付款。临走呀，还一个劲儿夸咱们李墨行事周全，讲商道，守信义，说等磨坊修葺完善，还会再来下墨单继续合作呢。少管事，甄长史，您这腿脚可真够利索的，我这紧赶慢赶都没跟上您呢。瞧我，光想着快些来报好消息。失礼失礼。不碍事儿的，我逗您的。大伯娘，三叔母，大少奶奶，三少奶奶，严大人派人来传信。各位东家，共墨竞选之日将近，严大人已择定2日后在新安江畔举行祭墨典礼，请参选的各家磨坊准时到场祭墨，并奉上参选文书。过时不到者，皆以弃选共墨处置。有劳了，周伯送一下。甄娘，你现在是李墨掌事，应该由你来定夺。大伯娘，这共墨一事，有关景东叔的心血，还是等他醒来再说吧。娘，爹醒了，爹醒了。爹，你醒了。景东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慢点。景东，你终于醒了，你把大家都吓死了。醒了就好。可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要救我？爹，景东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不让我去死！东家，让我去死！爹，你别闹了，让我去死！哎，爹，让我去死！你要是死了，我跟真生怎么办？我不配活着！你们为什么要救我？走开！让我去死！赵山哥，别找你爹，找我出来！真娘，干什么呀？他不想死吗？好啊，我给他找一个好地方，让他去死。这，背上！放开我！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赵山哥，把你爹放在这儿，放下。哎，爹。真娘，你把我带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你不是一心求死吗？好啊，今日你便当着六爷的面一头撞死在这棺材前，
我保证，没有一个人敢拦你。六爷是为了李默而死，临终之前始终心系家族荣誉。我今日便让他好好看看，自己舍命相护的儿子，为了一点挫折便要放弃，为了一己得失便要寻死觅活。但在你死前，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：你这一把火，烧的是干脆利索啊，可你却烧了大半个库房。李家所承接的末单无一可交付，你可知这些需要赔偿的银两从何而来？大伯娘三叔母的嫁妆，春花姑姑庄子的营收，小李磨坊的营收，少管事半年的工钱，还有我爷爷娘亲的提及，就连正身哥都将他视若如宝的金丹符箓拿去卖了。这一大家子拼拼凑凑，才勉强将这些全都凑齐。李默100年基业啊，险些因为一场大火毁于一旦。可李氏上下，从为了李默而死的六爷，到如今倾尽所有，互相扶持渡过难关的所有人，没有一个人是孬种，唯独你李景东，为了一点挫折便要轻言放弃，还试图用死来逃避这一切。你就是孬种，你就是一个懦夫。你死了一了百了，你有想过你的家人吗？你的发妻，你的儿子，他们该如何？三叔母为了你，日日以泪洗面；正身哥为了救你，只身奔赴火海，烧伤了自己的一条胳膊。难道你真的想让他们因为你的死内疚自责，余生悔恨吗？你扪心自问，你当真无愧吗？京东说，若是我说了这些，你还是执意要死，无人能拦得住你。你的生死由你自己决定。爹，怎么回事了？烧到那儿，给爹看看。没事，给爹看看。不爱的。给爹看看。疼吗？不疼，爹。爹对不住你，对不住你娘。爹给你们赔不是了。爹。景东，你起来。英儿。景东，自打你从京中回来，你腿断了，心也变得半死不。我日日夜夜的等，我等你康复，等你振作。我太清醒过来，整整等了13年。你要是真抛下我这辈子不知道一条地府，我也不放过你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京东说：“今日还要寻死吗？”死过一回了，不能再死了。
真娘，我是专程在这里等你的。醒来之后，正神已经把这几日的事都告诉我。你骂得对，骂得好，把我这个废人骂醒了，骂活了。全都说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，起来！真娘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几番苛责于你，我欠你一声道歉，是我错了，让你受苦了。李家遭难，最应该撑起这个家的是我，可我却怨天尤人，胆与心结，把这个烂摊子都抛给了你。是你替我撑起这个家，我替六房，替李家，谢谢你了。都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坐。造化弄人啊！你爹景元景琦，说来天赋品格都要高于我很多，可偏偏是我活了下来。我没有替他们撑起这个家，手稳这份业，我对不住他。全都说，话不能这么说。这几日，我把咱们李墨的老墨商们都跑了一遍，大家都夸我们，说我们的墨品质量稳定，交付日期从来没有过延期。这些年来，墨品交付都是您在盯着的，这个家您撑得很好。好什么呀？我有几斤几两，我知道。这术业有专攻，维系一个磨坊，光靠制墨是万万不行的，还要跟那些墨商们打交道。我代为掌家的这几日，便已经见识到了商场深浅难测，所以景东说，您莫要妄自菲薄。如今公模竞选在即，您昏迷的这几日，大伯娘把此事交由我来定夺。但我知道，您为了这个事情，不知道努力了多少，酷暑严冬，所以这件事情，我不能替您决定。今良辰吉日啊，我等设坛祭墨，凡有愿参加共墨竞选者，奉文书拜祖师玄奇。
李家无人参选，视为弃选。本官宣布，吉时已到。出兵！一路走好！击败！严大人且慢。严大人且慢，吉时未到，还请严大人稍等片刻。七东家此言何意啊？此时正是辛未之时，辛属阴之金，未属阴之土，辛未乃土生金，相生则喜，正是吉时啊。严大人所言极是，于天而言，辛未之时乃是吉时，但于末而言，并非如此。大人今日于此，是为季末，而末五行为水，但辛未之时中包含一重土，土克水，相克则危，不利于末。七九认为，壬申之时方是吉时。况且，严大人，共末竞选，自是体大。七九所言也是望季末一事，更得天时地利，圆圆满满，望严大人慎思。这七东家说的也有些道理哈。那我和莫叶朱家就在此等一等。多谢严大人为徽州莫叶思虑。大人，辛未季末是文会专门找人算的，七九一家之词断不可相信。方才各家俱已奉书，若季末之事再延误中断，只怕祖师爷怪罪啊！严大人，吉时已到，旗鼓。严大人，今日家父出殡，李家来迟，还请大人宽宥。如此说来，李家无意退选公末喽？是，李默参选。等的就是你们这句话。李默待莫至情至性，纵有万难，亦不退缩啊。